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2月26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字，叫做鼓。鼓。好，讲到这个字呢，其实我们就会想到乐器，对不对？好，你们会不会打鼓？好，记得我们的动词要用打这个动词所以我们说打鼓。打鼓，你会不会打鼓呢？你喜欢听鼓的声音吗？好，鼓是一种乐器是一种乐器。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鼓这个字是不是有别的用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鼓是一个名词那么它是一种乐器，怎么样的乐器呢？我们中文会说打击乐器。打击乐器。好，还有什么乐器是打击乐器？我可以想到的是像木琴，有一种琴叫木琴，木琴也是打击乐器打击乐器。鼓也是打击乐器好，那乐器当然有很多种类，有管弦乐器，对不对？还有什么乐器我也不晓得对，木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木琴好，那鼓是一种打击乐器，它是用木棒，木头做的棒子，或者是用手，也有人会用手拍着，对不对？拍击鼓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可以用手来打鼓，可以用手来打鼓。好，这个雅玲说我小时候学过打鼓，很棒。你可以说我小时候学过鼓，学过打鼓都可以好的，我们看一下。好，敲打，你可以拍打，用手是拍打，用木棒是敲打，所以你用的工具不同，我们的动词也会有变化。木头是敲打，手是拍打拍打，产生 produce 产生声音。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他7岁的时候开始学打鼓，你也可以说他7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打鼓，你可以用学习，你也可以用学好，那这个小孩子才7岁就会打鼓了，很厉害。他7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那么我相信他现在可能20几岁的时候，他鼓打得很好，他鼓打得很好。对，有一种鼓叫波浪鼓，你们有没有玩过？小时候你们应该玩过波浪鼓。看老师这个手势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了。小时候你们一定会玩过咚咚咚咚咚咚波浪鼓这个中文叫波浪鼓，咚咚咚咚咚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鼓有很多相关的词汇好，这个波3点水波浪鼓，咚咚咚咚咚咚咚波浪鼓，波浪鼓。好，咚咚咚咚波浪鼓，应该小时候你们玩过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我们会打鼓的这种人负责打鼓的这个人而且这种人他很会打鼓，他打鼓很厉害这个叫做鼓手。鼓手鼓手。好，那所以你不要说鼓人不会这样说，鼓师不会这样说，我们说鼓手。像我们很会唱歌的人，我们叫歌手他是以唱歌为职业的人，我们叫歌手。以打鼓为职业的人叫做鼓手好，再来
我们刚刚说那个敲击鼓面的这个木棒啊，我们也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鼓槌。鼓槌，好，那你也可以叫它鼓棒，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木头做的这个棒子啊，这种木棒专门拿来打鼓用的，你可以叫它鼓槌，你也可以叫它鼓棒。那用鼓棒敲打出来的声音，或者你用手拍击产生的声音，我们可以叫它鼓声。鼓声哦，鼓声很简单，指的就是鼓的声音，鼓的声音哦。好，我再念一遍哦，你们可以跟着老师念一遍。鼓手，以打鼓为职业的人，以唱歌为职业的人，我们可以叫他歌手。好，那以打鼓为职业的叫鼓手。好，这个打鼓专用的木棒，我们叫做鼓槌，或者叫它鼓棒。好，鼓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叫它鼓声。所以如果是笛子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叫它笛声。弹钢琴的时候，钢琴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叫它琴声。所以人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叫人声。所以什么东西加上声，就是那个东西或那个人发出来的声音。偷手我们会说扒手pickpocket， 我们中文叫扒手，不叫偷手，叫扒手。好，那么我们来做一些题目好不好？来，第一题，他买了一面鼓和一对什么给儿子。这里老师也特别强调了鼓的量词是面，一面鼓。好，特别注意哦，这个面，一面鼓用面这个量词比较特别，把它记起来。一面鼓和一对，好，你看到对就知道一定有两个东西，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会说一对，对不对？一对眼睛，一对耳环好，那一对通常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或者有分左右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用一对这个量词。好，你们都很聪明，答对了。他买了一面鼓和一对鼓槌，你也可以说一面鼓和一对鼓棒。好，给儿子，没问题。好，我们再往下看。汤姆是乐团的什么？好，乐团就是这个团体里面每个人都会玩乐器，每个人有自己负责的乐器，那还有一个是负责唱歌的，这个我们叫主唱。乐团里面一般会有什么？还会有 keyboard 手 keyboard 手好像没有中文键盘手嘛，不会，我们中文就叫 keyboard 手。然后可能会有人弹电吉他 electronic guitar， 可能会有人弹电吉他，那这个人就是吉他手，弹吉他的那个人叫吉他手。那一定有一个人会负责唱歌，这个人叫主唱。乐团里面有什么？还有 keyboard 手，还有吉他手，还有一个主唱一定会有这个职业。你们每次看有乐团表演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人会负责什么事情？一定会有一个，答对了，负责打鼓的人，那他就是鼓手。乐团里面会有鼓手、keyboard 手、吉他手，还有一个主唱有的人年轻的时候玩过乐团，我们中文可以说玩过乐团，就是他组过乐团他可能找了很多好朋友，爱好音乐、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面鼓不是，艾云，这里的面是一个量词这里的面是一个量词我们不是叫面鼓，我们是面膜，不一样的意思面膜它是一个名词，但是我们说一面
鼓这个面是量词啊，不是这个鼓的一部分哦。哦，有人有玩过乐团，有人有组乐团，对不对？哦，好，对，把这个动词记起来。汤姆是乐团的鼓手。好，那么等老师一下。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哦。它随着，好，随着就是 like follow with， OK， go with， OK， follow。好，什么的节奏起舞？好，各位同学，节奏就是像音乐，像老师这样拍手是有节奏的，这是一种节奏 tempo， 对不对？好，老师现在拍手的时候带着一种节奏，所以这个就叫做节奏啊。好，起舞，老师起舞跟跳舞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起舞就是跳舞的意思，但是起舞呢，一般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语的表达，比较 poetic 一点啊。所以如果当你看到起舞，其实就是跳舞的意思，只是我们一般口语我们会说跳舞，但是如果你要用书面语或比较诗意的 poetic 诗意的表达，你可以用起舞。起舞。好，随着就是跟着 follow with something， 跟着，这里的随着你也可以写成跟着跟着。好，那你听到节奏你就跳起舞来了，跟着什么节奏起舞，跟着什么节奏跳舞很简单，对不对？鼓声的节奏，鼓声的节奏好，所以各位同学，像日本有一种很有意思的鼓叫太鼓，你们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一种太鼓，对不对？它的鼓好大一个，然后那个很强壮的、很健壮的男人就咔咔咔咔，他都没有穿上衣，咔咔咔，看起来很 man、很威武的感觉。那这个日本这个叫太鼓我不晓得日文怎么说但是呢，日本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鼓叫太鼓，太鼓，对所以这个太鼓都是放在很大的一个鼓，然后那个鼓手就很 man， 杠杠杠，很用力的敲着鼓好，太鼓对，威武好，你们应该有看过日本的太舞，不是太鼓看过日本的太鼓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 ，taiko， 这是 taiko 是不是？这么简单了 ，taiko。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小土豆YouTube 会员。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一下中文非常的复杂，特别是针对乐器的动词特别复杂。我们刚刚说打鼓，对不对英文叫 play the drum， 对不对？英文用在乐器上面都是用 play， 但是中文不一样中文呢有用拉的。如果用拉的话一定它有一个工具可以拉那个弦就是那个 string 所以如果你用拉的这种乐器，一定你会拿着一个工具这个我们应该叫，不晓得叫什么，叫弓吗然后会去拉那个弦string 会拉着弦，所以有很多乐器它是需要用一个工具的那种都要用拉的，像二胡，像大提琴这些乐器都要有一个工具去拉的好，那弹呢？弹一般是用手指头，会用到你的手指头的乐器，我们就会用弹的。钢琴，还有呢，弹吉他，
吉他是用你的手指头，对不对？所以吉他也是用弹的哦。好，那吹呢？吹一定是用你的嘴巴，吹奏哦，我们中文说吹奏哦，吹奏就是用嘴巴去表演那个乐器哦，用嘴巴去表演那个乐器。那什么样的乐器你要用吹这个动词呢？像口琴 harmonica 口琴，对不对？还有呢，笛子也是吹的，对不对？吹奏出来的哦。好，所以这个特别注意这3种动词。那鼓要用打的，所以有第4个动词，鼓，打鼓哦。好，那么我们来考试啦。他女儿的小提琴，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拉得很好，没问题。小提琴它有一个工具，你要使用那个工具才能够表演小提琴，对不对？哦，那我们就知道用这个工具的就是拉的，用拉的啊。好，他女儿的小提琴拉得很好，答对了。好，下一题哦。小李很有才华，他会什么口琴？吹箫可以哦，吹箫没问题哦。好，还有呢，像那个萨克斯风 saxophone 也是用吹的，对不对？还有喇叭，对不对 ？trumpet 喇叭也是用吹的，对不对？哦，小李很有才华。好，老师希望你记得这个很棒的用法哦，很有才华 ，very talented， 很有才华。好，特别注意才华这个词哦，很有才华表示他会很多才艺，他会一些别人不是很多人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很有才华。好，这个把它学起来好不好？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哦，他会吹口琴，他会弹钢琴，他会拉小提琴，他真的很有才华，哦。好，他会吹口琴，答对了，吹口琴。好，所以只要你记得这些动词用的工具是什么啊？拉会用一个类似弓的东西去拉哦，弹是用手指头，吹是用你的嘴巴，第4个就是打鼓的打，这4个动词记起来就可以了哈。对，天才就是我们说的 genius， 天才，他是个 genius， 天才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题吧。吹口哨没有错，因为口哨 whistle 也是用你的嘴巴嘛，对，不会吹口哨啊，吹口哨也是用你的嘴巴，所以我们用吹的。哦，我们 Jessie 说我也会吹口琴，很棒，很厉害啊。他深情的什么吉他迷倒了一堆女生男生啊最喜欢学吉他了，因为学吉他的时候啊，哇，弹吉他男人弹吉他是最有魅力的，对不对？哦，可以迷倒一堆女人很多女人看到你弹吉他，哇，好帅哦，哇，好想嫁给你，你怎么这么帅？你会弹吉他耶，你很有才华耶，哦，好，所以男人哦一定要学一个乐器哦，然后才能迷倒一堆女生哦。好，吉他不是用打的呀，因为你不是用鼓槌，对不对？你不是用木棒去打它呀，对不对？我们吉他是用手指头，只要用到你的手指头，让乐器发出声音的话，我们就用弹。所以特别注意哦，我们是弹吉他啊，弹吉他，因为吉他是用你的手指头呀，对不对？好，它深情，什么叫深情？就是with deep feelings， 很深情，表示 you focus a lot, you put a lot of emotions into this， 深情 you put a lot of emotions and love into something or someone。 钢琴当然也用弹的咯，因为钢琴是用手指头呀，
对不对？钢琴是用手指头呀。哦，好，弹吉他，记得哦，你不要拉吉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工具去拉它，不需要，对不对？吉他也不是用嘴巴吹的呀，吉他也不是用木棒去打的呀，所以我们这里一定是用弹哦，弹，他深情的弹吉他，迷倒了一堆女生。什么叫迷倒？就是一堆女生啊，爱上了他，超级喜欢他的啊，好帅的男生哦，喜欢上了他啊。吹葫芦丝可以，吹葫芦丝哦。好。那么老师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你也可以学习一些乐器哦。像老师这阵子呢就在学电子琴，我最近在学怎么弹电子琴，我学怎么弹乌克丽丽小吉他哦，有一种小的吉他叫乌克丽丽。我现在也学陶笛。你们听过陶笛吗？哦，陶笛哦，然后还有直笛哦，我觉得学乐器真的很有意思啊，对乌克丽丽啊，学乐器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如果对音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一个乐器来学啊，你有兴趣的乐器啊。秀珍说我学吹笛子。我学就可以了，我学吹笛子啊。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音乐课，我们下周见咯，大家早点休息，晚安，拜拜。